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近期可能会发生的几件对你们有利的事情或者说信息。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一张权杖王后，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会有一些直觉啊、第六感。这个直觉和第六感其实是非常准的，就是你们会提前做出反应啊。你们近期会对未来有一些判断，你们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前做出了一些决定和行动，能够帮助你们趋利避害。暗示着你们在接下来的某种预测可能会实现，你们对于未来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基于你们对未来的判断，你们会提前做出某种行动和选择，会产生一个对你们有利的结果啊。所以权杖女皇这张牌就是你们通过自身的预判来帮助躲避掉某种对你们不利的结果的出现。那么第二张牌星币七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耐心的等待着一些事情啊，就是被卡住的一些事情的阻力正在慢慢的减弱啊。我觉得这张牌不是你们做了什么而导致最后的这个结果对你们有利，而是你们只要什么都不做，不胡乱折腾，不胡思乱想，只是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反而对你们是有利的。要沉住气，要耐心一点啊。这张牌有一种把自己蛰伏起来的感觉，就是在变化当中寻求那些不变的东西，而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第三张牌呢是星币一，接下来的财运对你们是有利的啊，就是无论你们做什么，似乎都能够收获到一个财富或者说金钱上面的反馈，就是近期你们的这种财富增长的效应是特别明显的。有可能是你们躺着或者说坐着就能把钱挣了，对应赚钱的方式比较轻松，或者说会显化一个能够赚大钱的机会。你们近期可支配的可调度的资源也会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啊，可能是来自于一笔收入的到账，会极大缓解你们自身的这种生存焦虑。那么这张圣杯四啊，就是它是你们精心培育的一朵玫瑰，它正在绽放，也就是说你们之前一直在做的某件事情，或者说某种积累，它在近期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的成果。而这个命运之轮啊，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命运的大的洗牌。什么意思呢？就是近期很多事情会破冰，原本阻塞和卡顿的事情和项目会因为某种外部力量的介入、环境的改变而重新出现一个转机啊。命运的洗牌的话，可能你们近期会认识到新的朋友，你们的朋友圈会有一个更新啊。原本死气沉沉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工作，会出现一些新的人和事，又或者说邀请，能够让你们打破现状。命运在洗牌的话，那就说明近期会有很多的变化，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不要太过于深思熟虑，或者说瞻前顾后，这样反而会丧失行动力，或者说表达欲啊。就是近期你们一定要勇敢的去拥抱一些变化，在命运洗牌的这个关键的窗口期，你们可能会得到很多新的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圈层、认知、思维还有能量。然后星币九呢，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会参与到一个很盛大的典礼啊，比如说婚礼啊、生日派对啊、某种聚会，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活动里边，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或者说会加速你们去想明白一些事情，能够让你们更加活在当下，享受当下，而不是活在某种焦虑里边。星币九的话，对应到一部分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团体啊、组织，会有一扇新的大门向你们敞开，有人会上岸，被录取、被认可、被邀请进入到新的环境。这也意味的是你们人生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和阶段。星币六的话，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是会得到某个人、某个你们很认可的人对你们非常积极的正面的评价，或者说可能这种评价是超出你们的预期的。就是有一个人他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让你们看到你们之前未曾注意到的隐藏在你们自身内在的某种优点会被挖掘出来。
也有可能是你们会无意当中知道某个人对你们的看法，无意当中听到，或者说从另一个人的口中听到某个你们很认可很在乎的人对你们的一种欣赏和好感，它会加强你们自身的自我配得感。而这张战车啊，可能近期会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个旅行会让你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近期会看到一些非常壮观的风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就是当你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了之后，你们没有那么焦虑了，反而会变得更加的谦卑，心态更平和。如果说你们感到自闭、抑郁或者说焦虑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啊，这会对你们的成长有一些很正面的积极的帮助。宝剑六的话呢，宝剑六和宝剑九啊，我觉得近期可能会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们扛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责任，会有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耐心的倾听你们，或者说有一个人非常懂你们，既懂你们的语言，也懂你们的沉默啊。你们的身边有一个这样既能够倾诉又能够倾听的人，对你们来说是幸运的，能够排解你们自身内在的情绪。会有一个人可能会在深夜啊来安慰你们啊，或者说你和这个人会，可能是会在深夜的时候见面，然后他能够极大的去排遣你们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压抑的一种能量。那么这张节制呢，我觉得近期可能也同样会有一个人来监督你们执行你们原有的某种计划，他会在你们的身后鞭策着你们啊，你们会在一个人的监督下变成更好的自己。而这张高塔牌呢，我觉得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是你们会主动的降低自己的预期，或者说你们变得更好的方式是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比如说放弃某段关系，放弃某个平台，放弃掉某种机会，某种不切实际的机会或者说目标，你们整个人才能够变得更松弛，不纠结，不内耗。你们之前可能是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预期太高，导致你们整个人非常的紧绷不自然。所以高塔的话，你们会在心理层面上给自己松绑，它是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感觉。当然这种放逐不是放纵，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宣泄你们内心当中的压力和焦虑，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生活的本质。所以说高塔牌它是有一种敢于放下，有勇气放弃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尤其是下定决心放弃掉某种没有反馈的人或者说是从某种执念当中清醒过来，然后会像关爱别人一样关爱自己，变得更爱自己，更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啊。这种能量它一定是会受到命运之轮的影响，回到原点，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在某种付出的状态里边，那么就感觉好像自己漂浮在半空中，那种能量是不踏实的，没有安全感的，端着某种架子，搞得自己也很累。所以你们会主动的往后退，你们越往后退，你们能看到的风景才会变得越多，你们反而能够就是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理解和包容一切，变得没有那么的尖锐，才能够变得松弛。越松弛就越能够接纳自己的全部，然后才能变得稳定从容，才能够走入到一个正向的反馈和循环当中。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4，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会深度的反思一些事情吧，或者说深度的复盘和总结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问题、犯过的错误。你们会突然的意识到，从本质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不是来自于年龄，也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对于过去经验和经历的一种总结、反思还有升华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圣杯4啊，你们在经历了一轮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之后啊，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说之前久久没有办法克服的某种问题，会经过自己的思考以后找到某种解决方案，然后大刀阔斧的进行对自己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就这一段时间，你们可能会选择性的把自己隐藏起来，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改造自己，沉淀自己，
对自己的自我版本进行一个迭代，然后过一段时间，等你们再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大家可能会惊讶于你们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改变和产生的一种成长吧。那么这张战车牌啊，我觉得暗示着你们近期可能会攻克一个难题，或者说攻克一个很棘手的项目，阻塞被打通啊，会很强势的去主导。这张牌我看到了一种坚定的决心啊，就是近期你们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相对应的结果就会显化。你们专注什么，你们就是在加持什么。宝剑侍卫这张牌啊，近期你们应该是会得到一个好消息的，就是而且这个是来自于自己事业和学业上的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可能是关于升职，就是你们身份和职位可能近期会有一个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这也是由于你们之前负责和主导的一个项目，因为这种阻塞被打通，为你们接下来晋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筹码和资本啊。那么宝剑骑士呢，我觉得你们可能正身处于某种竞争当中啊。这种竞争它是有一点田忌赛马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们在和时间赛跑，在和某个人某个项目去比赛一样。这个宝剑骑士就告诉你们，你们可能拥有着某种你们还不自知的优势，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你们拥有的某种优势，比如说更先进的生产资料，更高级的思维，或者说更先进的工具，能够帮助你们在这种竞争当中占据某种先发优势。利用好这种优势啊，这种优势能够帮助你们弯道超车。尽管可能你们在这种竞争当中，正处在一个稍稍落后的姿态吧，但是如果说你们不让对方和你们拉开差距，你们后期完全是会迎头赶上的，那么这个圣杯十啊，我觉得近期可能会发生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让你们和某个桃花的关系更进一步，就是某件事情会推动你们和某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你们会通过某件事情意外的发现某个人对你们的这种好感，你们感情线会因为某件事情被触发而产生一个波动，可能是近期的某件事情会让一个人注意到你们，进而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圣杯九啊，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松弛、感性，会有一种情绪的波动，给你们带来大量的创造力。就是你们近期可能会有很强的表达欲、创作欲，会完成一些艺术作品，收到大量的正面的、积极的反馈和评价。这张牌其实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完整的自我接纳，就是你们近期会主动的结束一种警惕的压迫的能量，变得稳定且松弛。可能一部分人会去到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接受某种特殊的疗愈，疏导自身的焦虑和紧张。这张 Judgment 啊，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清醒吧，就是你们可能 Judgment 它是一种直觉，给你们带来的一些指引，就是会从某种被欺骗、被蒙蔽的局面当中清醒过来，看到事物的本质和真相，然后进而告别远离一些人和事啊。这张牌我觉得你们的近期的直觉或者说感应会让你们有一些预见性的梦，或者说很强烈的感觉到近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人会出现，而且很有可能这种预感是会应验的，并且会应验你们之前对于某个人某个事的判断。星币八呢，我觉得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改善了自己的某种方法论，然后在做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近期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很高。你们之前可能整个人都是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就是提不起劲，但是近期你们可能会找到一个发力点和支点，整个人非常的专注，朝着一个方向持续的进行积累。你们的身上会自带一种稳定和秩序感，不被生活当中的纷纷扰扰和琐事牵绊。你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到哪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里边啊。权杖六的话呢，近期要多勇敢的表达自己啊，站在舞台上表演，会给你们争取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资源和机会，让你们进一步的收获到掌声。你们会站在舞台的中心闪闪发光，就是聚光灯打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会是主角，会受到关注。所以说近期你们要大胆一点，勇敢一点，去争取一些机会，
争取站在舞台上展示你们自己。宇宙会让那些勇敢的人得偿所愿的，所以不要害怕。宝剑9啊，你们近期的睡眠状况可能会有一个改善吧，或者说你们有意的改善和调整了自己的作息，会让你们整个人的精力变得更充沛，精神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整个人的睡眠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近期不要熬夜啊，不要贪图晚上的那些时光，早睡早起对于你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的调节会有一个极大的帮助。星币2呢，近期你们可能会独立的完成2个不同的事情啊。我觉得星币2的话呢，你们可能还会独立的完成2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难度非常高的事情或者说项目。星币2它也有一种身兼多职的感觉，就是你们会同时做2件不同的事情，能够游刃有余的把2件事情同时处理好，你们拥有非常强的时间分配和时间管理的能力。那么这张力量牌，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会主动的去发起一些对话吧，主动的组织一些项目啊、活动啊，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出行动和改变。你们近期可能会大胆的说出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事情，会有一种反抗意识，就不会刻意的在某种关系或者说某件事情里边不断的内耗和委屈自己，会有一种强大的自我意识主导着你们过上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它是一种勇气啊，一种反抗的勇气，一种被讨厌的勇气，一种敢于说不的勇气。这张牌我觉得也是在尝试着告诉你们，真正对你们有利的不是某件事情的成功或者说失败，而是你们自身不管怎样都能够找到一种前进的动力和勇气。只要你们能够拥有这种精神内核，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它其实对你们都是有利的。就是只要你们能够拥有这种前进的勇气和动力，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你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是你们人生前进和成长当中的养料。这其实是一种强势文化或者说强者的思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第1张牌是死神牌啊，这个它其实是有一种做一个了断的感觉，就是说某种纠纷可能在接下来呈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或者说你们会和某个人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啊。这个死神它是有一种一刀两断的感觉的，和过去的某个人或者说和过去的某件事情彻底的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也不再有任何的纠葛，一笔勾销，一干二净。第2张牌是正义牌啊，说明接下来的可能某个游戏规则是有利于你们的，或者说你们之前遭遇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本来属于你们的机会，本来属于你们的财富，本来属于你们的某种成果被转移被偷窃，但是失去的这个东西它会受到这张牌的影响啊。正义牌啊，就是命运之轮，它冥冥之中是有某种安排的，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们这里。所以正义牌它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含义在里边的，可能说你们之前丢掉的某种东西，近期会意外的再一次的找到它。正义的天平重新回归平衡，和死神牌结合在一起啊，它是有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人生发展可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第3张牌星币6啊，你们可能会得到某个人的馈赠，某个贵人的馈赠啊，他会把某种很珍贵的资源或者说人脉分享给你们，用来推进你们自身的发展，或者说你们会得到某种扶持，而且是资源的扶持。第4张牌星币3啊，你们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3方合作或者说资源整合的机会，而且可能你们合作的这个人或者说这个机构它要高于你们，它拥有某种你们想要的资源或者说某种机会啊。但是达成这种合作呢，说明你们自身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你们可能下意识的低估了你们自身的这种价值，而这种3方合作和资源整合能够让你们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啊，你们的眼界思维和视野都会因为这个合作而得到一个开阔。高塔牌的话呢，我觉得近期可能说你们会和某种危险擦肩而过，或者说能够把某种危机化险为夷。所以说高塔牌其实它就是有一种你们以为的那种危险或者说危机啊，它其实并不会对你们造成更大的影响，反而会以某种形式转危为安。
那么魔术师的话呢，我觉得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个点就是你们自身的显化能力会增强，就是一些小愿望可能想到就能够立刻实现它。比如说，当你们的脑海当中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刚好给你们发来消息，又或者说你们脑海当中萦绕着某种旋律的时候，会刚好在无意当中偶然听到。魔术师他就是有一种心想事成的感觉啊！近期你们要敢于向宇宙下订单，一些小的愿望会实现，而大的愿望的话呢，会有实现的苗头。那么这张圣杯侍从啊，近期你们可能会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近期的学习能力会很强，就是很容易就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思维是非常的活跃的。而宝剑国王的话，近期可能会有一个老师来指导你们啊，点拨你们，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你们想不明白，这个人他可能三言两语就能够破解你们的疑惑。所以说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是会得到一个良师益友的亲自指导，很多事情会因为这个宝剑国王的指导让你们豁然开朗，从而改进自己的某种方法论。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黑月莉莉丝啊 Lilith， 它是某种被隐藏的信息近期会浮现出来，就是你们之前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被蒙在鼓里的，近期会得到真相，或者说从第三个人的口中得到某种事情的全貌和真相，能够帮助你们看清一些人，远离一些人。这张 individuality 啊，它是有一种强烈的独立的，就是说你们近期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立，无论是从精神层面上还是经济层面上，能够开始独当一面的完成一些事情，或者说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独立，就是你们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第三张牌是 solution 啊，它是近期你们焦虑的某件事情会得到解决，某件事情会落地，或者说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而第四张牌 door， 它代表的是一种可能性啊，你们的人生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那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它意味的是你们的人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想象的。它提示你们要保持力量，仍要探索，仍要发现，仍要对陈规蹈矩的生活说不，仍要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某种思维的观念说不，仍要保持对于自我与未来的无限的期待啊，要敞开自己。有些人想象力匮乏，见识有限，但是不要让他们来束缚你们。所以说这个 door 啊，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意外的发现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活法，或者说你们因为看到了某个人而开始问自己，你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过上那样的生活。所以说这张牌就暗示着近期你们可能会摆脱一种循规蹈矩的不断重复的循环的生活，活出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活出一种全新的人生，或者说有某种想法正在暗中酝酿，它会在未来啊，这个想法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会在某个时间点让你们做出一个关于人生的重大的决定、选择和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